弦乐四重奏是一种最完整的室内乐的形式，因为它是没有指挥的，音乐家跟音乐家之间靠他们的听觉，心里要有对话，这个音乐才能够流通，它才能够顺畅，它要求的非常的精致。成品表演厅刚成立的时候，当时的古典乐迷多数认为室内乐是非常艰涩、难以入门的，音乐场馆也多数把室内乐视为票房的毒药，几乎没有团队敢大规模的举办室内乐音乐会。所以那个时候我在跟董事长在讨论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想要推弦乐四重奏为基础的古典音乐，代表着成品的品牌。然后在成品表演厅，它大小适中，我们可以看到音乐家之中他们心灵的这个交流，可以看到他的表情，可以看到他演奏他的技巧，他的各种的肢体语言。另外一方面，我们能够直接感受到那种能量，这个空间刚刚好，所以我觉得它非常的适合。我们从2016年开始举办第一届的成品室内乐节，没想到一办就办了10年，连疫情之间都没有中断过。10年来，我们总共举办了超过40场以上的国际级的音乐飨宴，也邀请了超过10个以上的全球顶尖四重奏团队，总共累积了超过12000名以上的观众来表演厅参与。更开心的是，我们可以提供给台湾优秀的四重奏团队他们一个固定的舞台，那让他们在同一个舞台上去雕琢跟打磨他们的音色，从而可以完成很多经典作品的演出计划跟挑战。为什么？就是这样才往前，要不然如果你算很准，2016年是我们第一次 Infinite Quartet 与在成品表演厅的演出，然后就一直维持到现在。每一年的演出，希望可以呈现出我们在那个阶段的最好，跟观众一起成长。在这10年里面，我们完成了许多创举。我们应该是台湾第一个4重奏固定成员完成了整本的巴尔托克弦乐4重奏，所以对我们来讲也是人生的清单。这个 check mark， 其实我们很用力的才能把它画下来。接下来下一个阶段，我们希望可以完成晚期贝多芬的弦乐4重奏。我觉得在台湾能够固定的参加每年度这样子的室内乐节，尤其是像成品室内乐节非常有规模的室内乐节，其实是对团体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除了自我的磨练跟进步之外，无形中也可以培养一些不同的群众去认识你，也可以让我们确实有在不同的地方接获到不同的邀演，在各方面其实都对团体有很大的帮助。每年我们都会尝试新的东西，像普契尼啊，或是 Verdi 这2位很重要的歌剧作曲家，大家想到这2位只会想到他们的歌剧，但其实他们有很好听的弦乐4重奏，只有这么一首，这些比较冷门的曲目也很好听，所以我就觉得有机会我们自己也很想认识这样的曲目，然后也有机会把这个曲目介绍给台湾的听众，我觉得也非常的好。所以我们现在每一场我们都会找一些有时候真的都是在台湾算是首演的曲目。邀请国外的弦乐4重奏团体不是成品第一个，可是这么有系统、不停地带给我们惊喜的，大概就是成品。我记得有一次是保罗定弦乐4重奏来这个是俄国的民团，成品还特别办了一个大师班，邀请了2个大学的弦乐4重奏。我印象非常清楚，学生一拉，然后马上2位老师，俄国的老师就说那个音错，然后学生很惊讶。他说拿谱说老师，可是音是这样，然后老师就微笑说，我们莫斯科音乐院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是音错的。No，
It's very important auf Takt. And if you don't know the material, I cannot hear you. You have to really do the canon after first line. 那一个经验让我一个身为音乐研究者非常的惊喜，也就是说，有很多的知识其实不是写在书里面的，而是写在这种代代的传承中。很多时候我是透过成品，我才了解原来这个团现在正在欧洲发光发热，包括像Danish 就是丹麦弦乐四重奏，另外还有2个法国的团，比如说像范库伊也都非常的精彩，或者是最近比较常来的阿霍，还有另外一个我也想要分享，可能很多人有注意到，现在整个世界乐坛，韩国是一个不能够忽略的势力。欧洲有很多很优秀的韩国的音乐家，成品也邀请了韩国的 Novus 的团，所以光是所谓的国际，我觉得成品很棒。它不只是把国际放在欧洲、美洲，它也让我们去看亚洲有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非常佩服这几位制作团队的朋友。首先，第一个是他们必须要站在一种扶植团队的角度，让他们能够去演奏他们想要演奏的东西，然后他们也要设法在观众跟团队之间达到一种平衡。每一次我都很期待团队给我看今年度的节目，因为我总是会有很多的惊喜。要做到这件事情，第一个是要有艺术的品味，可是第二个我想是要有爱，对古典音乐的爱，还有对团队的爱。我相信这种纯粹对于艺术的爱，才能够成就这个精彩的10年。Comme si ce plus 2 à 52 là, il était surprenant. Ouais, plutôt qu'autre chose, non? Ah, c'est ça. Et ça fait peut-être tout, tantôt le tout. Alors nous sommes extrêmement heureux de revenir pour la 2e fois à Taipei et comme toujours, on a toujours été accueillis d'une manière très chaleureuse et l'équipe a toujours été super et la salle est formidable. Nous avons beaucoup aimé la dernière fois, l'acoustique est géniale.大概从2018年的时候，也就是我小3的时候，到现在已经8年了，我都会固定来参加，而且基本上都是每一场都会买，妈妈都会抢第一排给我坐，第一排中间。虽然在现场不一定是完全完美的状态，但是我觉得在现场那个 moment 那个当下感受到的东西是没有办法在后期感受到的那个魅力。听古典音乐的时间大概是超过50-60年，每一种编制我都会听它就是一种很精致的音乐，大概每年会5-6场，国内国外都会听。我觉得这个听声音是很干净透明，这个听的那个残响很有可能就是很适合室内，我感觉到是有这样的倾向。为了让艰涩的室内乐不那么难懂，其实我们从第1年开始就透过各种眼前导聆，然后推广讲座，带着音乐家到成品的各个店点，或者是像台北的捷运站，或是一些复合式的场地做小型的演出跟快闪。其实目的就是希望可以直接把室内乐带到民众的生活场域中。我们也尝试跟音乐家做更多室内乐的形式上面的开拓，包含了跟知名的古典音乐网红跨界的合作，将说书还有演奏做结合，希望可以带入更多的年轻的观众。2025年，我们也首次扩大规模，将10周年的压轴场拉到国家音乐厅举办，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乐迷有机会参与。这条路是孤单，但是它需要很多人的协助。最重要的是有很多人听了以后他喜欢，
他喜欢的话，他自然就会跟着我们一起走。面对现今社会的快速跟纷扰，我一直都觉得，如果能够花1-2个小时来听一场室内乐音乐会，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因为在这1-2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不会受到外界的任何干扰，在这个空间里，可能只会有你跟音乐的对话跟交流。你可能会情不自禁的微笑，那也有可能会不由自主的流泪。你可能无法事先预料这是一段什么样的旅程，或是会带给你怎么样的启发跟感受，但这就是我们想要带给大家音乐的体验跟感动。